去韩国首尔旅行找欧巴已不再是梦了，但是自由行究竟要怎么玩呢？别担心，跟着我妈的 Queen 的脚步准没错。干嘛会笑场呢？好的，我为你们列出了60个去韩国首尔必做、必吃、必玩的事。其实我原本只打算公开50件的，但是韩国首尔实在太好玩了，所以就变成60件了。希望这些讯息可以帮助到大家，也记得分享给你的旅游伙伴哦。通常廉价机票很迟才会到仁川机场，很担心赶不赶得上末班巴士、末班地铁，等行李就会等到花儿也谢了，晚间11点了怎么办？其实搭韩国国际计程车反而更划算，是以距离地段计算的。我们住在比较邻近的麻坡区，一人只需60块马币，还有司机帮忙扛行李呢。韩式住宅，我真的比较喜欢住这样的，度过酒店。为何？因为每一天你都会误以为自己是韩剧女主角啊，而且价格比较亲民，宽敞的就像自己的家的感觉。去韩国当然必须要试一试他们的 Airbnb 啦。我们当时租了3间不一样的 Airbnb， 全部都不错，必须要碰运气，有些屋主会比较难搞啦。大家可以用我下面的链接注册，就可以索取105块在 Airbnb 订房间咯。T-Money 卡就像八达通悠游卡，一张约9令吉，可以充值使用，非常方便，可以随意搭地铁和巴士。中国城为什么要去呢？第一，因为我们是华人，而且那里的炸酱面跟糖醋肉都非常的好吃。松月洞童话村就在中国城附近，经过韩国政府改造后，只能用5颜6色来形容啊，绝对是一个打卡的好去处，而且也有很多当地的妹啊、欧巴情侣朝圣哦。陆良金水产市场怎么那么难读啊？简单来说，在那里你可以吃到很多类型的海鲜，记得要挑战吃活章鱼哦，真的非常好吃。但是南米亚味豆腐心在。汉江公园韩剧场景之一，可以野餐、玩躲猫猫等，而且还有免费的 K-pop 听哦。去首尔当然也要去只有韩国人去的 cafe 啦。我个人蛮推 Mango Play 的，因为这个 app 呢可以让你找到很多没有旅客的 cafe。这家是 Bloom Story， 拉茶非常的赞，但是有点难找，而且只有韩文的餐单。除此以外，当然也要跟网红争位置打卡照相咯。虽然可能会被旅客包围，但是相比之下，点餐的部分就会比较容易，因为多数都会有翻译。这家就是近期非常出名的 Ariade Cafe， 可是呢，它食物就麻麻地啦。天空公园在韩国一定会吃很多，肥肉也会一夕之间变多。别担心，你们也可以来这里爬楼梯减肥啊，真的是很喘啊！但是为了更苗条的身段，本宫跟你拼了！来对季节的话，也能拍出很完美的照片哦。此外，你也可以拍一下自己的 K-pop MV。弘大商圈最适合新手了，因为应有尽有，什么都有。纯寿百是家著名到可以开很多间连锁店的品牌，出名吃汤饭，但是我个人比较推他们的饺子冷面。如果你是 Running Man 迷的话，绝对不要错过这家哈哈开的烤肉店。我是没吃到啦，但是朋友们吃了都念念不忘，然后必须排队的，而且也有最低消费。晚上的弘大商圈看起来又不一样了，但是还是一样热闹，单独夜游也没关系。Gentle Monster 出名墨镜，更出名他们的创意。喜欢 Blackpink 的话，记得来 Rola 打卡，因为可能你就会幸运的遇到他们咯。去过那么多间的大学，本人还是觉得梨花大学最值得一来，因为比较多风景角落给你拍照。
说到廉价美食，我最推南大门市场，不仅多美食，也有卖很多手信，就连电饭锅、电器也有卖哦。这当得起是 hot dog， 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韩国煎饼了，内馅十足，绝对不能错过哦。此外，也可以试试这家著名又便宜的肉包子，外皮跟台湾的包有一点相似。如果你是大胃王的话，记得来这家吃他们买2送1的手工刀切面，味道蛮不错的。老实说，我们真的吃不完啊。怪贵型的咕咯，这里就是 Goblin 的拍摄景点之一，三清洞，适合年轻人的地段，有非常多的主题性 cafe 跟壁画等。当然要试试，话说全韩国最好吃的 hot dog 啦，老板会在街头叫卖，很可爱。虽然好吃，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南大门 cheese 的，干嘛那么摇？韩剧 K-pop 迷一定要来这青寿亭吃韩定食，有很多艺人都来过哦。你看朴宝剑啊、云啊，什么都来过了。韩定食呢，就是朝鲜时代只有君王可以吃的宫廷料理。来韩国没去过故宫，怎么算得上来过韩国呢？南山谷韩屋村是免费入场的，有很多古色古香的景点、庭院、凉亭、韩屋等。你也可以体验韩国传统游戏、艺术等，但是有额外收费哦。阿朱玛，这里真的可以野餐吗？如果你想知道更多有关朝鲜时代君王的一切，昌德宫一定适合你。普通门票是大约11令吉，如果多加跟导游畅游秘密花园，票价约18令吉，可以自由选择语言不同的导游。你看，原来君王的后花园是那么的大，那么的漂亮的，里头还有个青春不老门，听说穿过了这扇门就能永葆青春啦，变东方爸爸耶。景福宫应该算是最出名的故宫吧，算是新手必去的景点，门票约11令吉。最有看头的就是这守门将交接仪式啦，这里是王室处理政务的地方，所以我个人认为比较少东西看。男女老少都应该试试穿韩服，穿上去你就会觉得自己是女主角的冲动呀！而且韩服不算太难穿，拍照也特别有 feel。我这次穿的是奢华韩服，大家可以看我另一支影片预知更多详情哦。穿韩服去故宫是免票的，跟朋友家人一同穿韩服真的蛮好玩的。冷天来碗热乎乎的人参鸡汤是最幸福的事了，但其实参鸡汤是韩国人在夏天才吃的，据说可以排毒。这家土俗村是最出名的，我个人觉得直接点乌骨鸡就好了，因为汤头都一样，分量很大，我们5人只点了3人份，也觉得非常饱。通人市场，我们错过了体验更换古代铜币，所以你们大家不要再错过了。这里有很多传统美食，也是很多媒体采访过的地方。韩式传统糕点，看是不是觉得很有韩剧的 feel 呢？那些后宫妈妈都会品尝的，都很好吃，特别推着裹着豆粉的糕，不会太甜，而且 QQ 的。喜欢刘在石或 Running Man 的你，可以来试吃这油炒年糕，看起来有点油，但却不会，有辣的和咸的口味。emo 也很可爱。蜂蜜面包是韩国的中式美食，外层脆脆的，里面是空心的，很香，吃了就不能停了。Ansel Tower 门票约37令吉，记得搭对巴士哦，体力也要练好才能爬上来。来这里呢，可以找自己国家的方向拍张照或寄明信片。没钱去法国的 Lovelock Bridge 不用紧 ，Ansel Tower 外面也有哦，可以与你另一半把锁上去，或是找小三的名字。其实首尔也蛮大的，有些景点还是包车跟团比较好。我们的团就只有我们5人，大家也可以联系这家 ZTH Tours 预知详情哦。小法兰西村呢是个充满童话气息的景点，来自新鲜里 Running Man 也来过这里拍摄哦。我是蛮喜欢他们的建筑设计的，很欧式。如果是单身的话，记得来这里敲这法兰西村里的脱单之钟，是我们的导游推荐的。春川辣子鸡是靠近小法兰西村地段的道地美食，也可以顺便来吃一吃，可以自个儿拿捏辣度。特别的是里头还有南瓜片哦，大约搭乘20分钟的船就能抵达南怡岛。季节对的话，这里可以让你深沉的体验到大自然的美，像是樱花、枫叶等。这里也是冬季恋歌带红的景点哦，因为靠海，水风会比较大，记得多穿点。江春
铁路、自行车是我来韩国最喜欢的行程之一。Running Man 也有来玩过，不但可以减肥，还可以解压，因为你会不知不觉的大喊大叫呀。我觉得蛮像云霄飞车的，还会穿过一些不一样主题的隧道，有些还像夜店呢。可是冷天去的话，记得戴口罩，防止冷到流鼻血呀。沉浸树木园的旺季是春天，我们来的时候刚好是春天前，所以没有花，只有 LED 灯。喜欢云画月光的朋友对这里一定不陌生哦。大家都有听过明洞吧，算是个初学者景点。这里应有尽有，街头美食、餐厅、美妆、时尚店面，幸运的话还会巧遇艺人拍摄节目呢。BTS 来哈。哇，来可以看看，你看看，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来的？但是如果你同伴是女生的话，记得叫他们多带点钱哦，因为很容易买到失心疯的。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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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你看他哭哦。Stananda 在明洞有间很大间的分店，一共有5层。Tracy 化妆品也是 Stananda 的姐妹品牌，里面也有卖很多韩国时尚的衣服，很多韩国艺人在韩剧里都穿 Stananda 品牌的。而且里面的设计很精美，怎么拍都很像完美。Stananda 也有间 cafe 就在第5层，设计风格是以游泳池作为主题，饮品类也蛮不错的。韩国最大的 Daiso 就位于明洞附近，有8层楼高，每一层都有不一样的主题，每一个季节都有不一样的 Daiso 精美产品系列。东大门 DDP LED 玫瑰花也是一个著名景点，前提是相机要GoPro，要不然拍不到人哦。很多品牌都会在那里举办活动，可能还会巧遇艺人哦。夜间肚子饿怎么办呢？叫外卖7买8，这搭配可算是韩国年轻一代的文化。很多人去韩国就是为了追星，如果顺路的话，大家不妨路过当红的娱乐公司，像是 JPS、MYG、BK Entertainment 等，可能会有收获哦。因为朋友分 BTS 的关系，所以如果你的朋友家人也分 BTS， 可以来这家 BTS 爱吃的姨母餐厅吃烤肉和拌饭哦，食物蛮不错的，也蛮廉价。SM Town Consortium SM 可以算是韩国娱乐公司的终极龙头呀，宝儿、东方神起、少女时代、EXO 等都是他们推出的。我真的很佩服他们的包装行销技巧，从室内设计到明星产品都非常用心，还有像是 Super Junior 的泡面、Red Velvet 的饼干等。此外，里面还有一家 SM Town Cafe， 听说食物不错，大家可以试试。Quix Mall 是家购物中心，但里面最有看头的莫过于这号称最浪漫的星空图书馆，想范文勋的你怎能错过呢？新沙洞的 Line Friend Store 是家零售店，在里面可以找到很多 Instagrammable 的角落。喜欢 BTS 的你也可以去它第2层的 Line Cafe 享用 BTS 设计的甜品哦。谢谢阿米老板的请客。每次回韩国，我都必吃这家隐藏版美食，马铃薯排骨年糕汤也算是韩国人的国民美食，只是外国人比较不熟悉而已。汤头充满了野芝麻粉的独特的香气，与一般韩国汤头完全不一样，店家也非常的亲切可人。玩透首尔后，也可搭宋熙最愛嘅 KTX 去釜山，购票方便，只是必须自己扛行李上行李库，女生会比较累咯。这一天记得来乐天百货血拼回国。你看我们已经失心疯了，看我们的，两车，而且他一直给我们试吃，我们把我们下午的甜点全部吃饱。我现在有要呕的感觉，太饱。结账时记得拿出护照，就可以直接免税结账哦。好的，希望大家喜欢这次本宫的推荐，记得按赞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一同去韩国啦！别忘记按铃铛订阅，看更多旅游资讯。每周日晚间7点看新片，按右上角看更多韩国的 vlog。记得在下面留言告诉大家你最喜欢的韩国景点是哪里呢？也记得 follow 本宫的 IG、Facebook。
我们下次见，拜拜。